杨紫 vs 肖战从青涩的艺考照到当红明星，与现在相，就像换了张脸。杨紫和肖战从青涩的艺考照到如今的当红明星，其演艺之路可谓是一段艰辛而充满挑战的旅程。与他们当下的形象相比，仿佛换了张脸。首先，从外表到气质，杨紫和肖战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青涩的艺考照片中，他们或许面带稚气，眼神里透露出对未来的渴望和不安。然而，如今的他们已经成为了舞台上的耀眼明星，外表更加成熟，气质也更加自信，展现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魅力。其次，从演艺道路到作品选择，杨紫和肖战在成长过程中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早期的演艺生涯中，他们或许曾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他们始终坚持不懈，不断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如今，他们已经凭借出色的演技和不俗的表现，塑造了许多经典角色，成为了影视界的新生代领军人物。再者，从粉丝圈子到社会影响力，杨紫和肖战在成长过程中也逐渐积累了庞大的粉丝群体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他们的名字不仅在国内传唱度极高，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大量的粉丝，每一次的演出和活动都能引发轰动，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最后，从人生态度到成熟度量，杨紫和肖战在成长过程中也逐渐展现出了更加成熟和坚定的一面。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乐观和坚韧，不断学习和进步，不断挑战自我，不断突破自己的局限，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追求卓越的品质。不知道哪冒出来的饼，反正杨紫和杨紫粉丝不知道不清楚不关注杨紫正在剧组专心拍摄大女主剧《国色芳华》，外面纷纷扰扰误踩女演员杨紫粉丝一切之任官宣，非官方信息一切与我们无瓜。关于杨紫作品瓜，只有承欢记长相思2烈读《国色芳华》待播是真的。闭上眼睛感受你手心的温度，才发现泪已止不住，缠绕发丝解不开你悲伤满目，再续一世情深不复。相似的白月光，照故人心离伤，怎能让华发醉意了初妆？情归途留恋处，放慢一些脚步啊，回眸翩然的凝望，那一刻的慌张，却让我的指尖记住了你泛红脸庞，怦然无处躲藏。咫尺天涯望穿的不止一湖秋水，还有闯进我心我梦中的谁？百转千回痛不过一滴泪，只为你心碎。千交不及晴天烟花一簇媚，相似的白月光，照故人心离伤，怎能让华发醉意了初妆？情归途留恋处，放慢一些脚步啊，回眸翩然的凝望，那一刻的慌张，却让我的指尖记住了你泛红脸庞，怦然无处躲藏。咫尺天涯望穿的不止一湖秋水，还有闯进我心我梦中的谁？百转千回痛不过一滴泪，只为你心碎。千交不及晴天烟花一簇媚，咫尺天涯望穿的不止一湖秋水，还有闯进我心我梦中的谁？百转千回痛不过一滴泪，只为你心碎。千交不及晴天烟花一簇媚。杨紫人生的况味。综上所述，杨紫和肖战从青涩的艺考照到如今的当红明星，其演艺之路是一段充满奋斗和成长的历程。与他们当下的形象相比，仿佛换了张脸。他们的成长和进步不仅让人感慨万分，更让人期待他们未来更加辉煌的表现。一个女孩下定决心追求演员事业，但世界是否会像最初那样接受她，这是不确定的。一开始，她的生活非常甜蜜。2009年底，她与华谊签约，不再独自活动。华谊是当时最著名的艺人经纪公司。不久之后，她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当时，童星们在艺术考试中的录取率非常低，有些人连续3年都失败了。有传言称，老师们更喜欢一张白纸，而不喜欢曾经演过电影的人，认为童星是油腻的，没有未来。
但他在考场上表现得非常出色，老师们都很喜欢他。那时候是他最充满活力、充满对未来的期待，决心要表演得很好的时候。我的世界好像都在闪耀，世界总是那么美好。当他真正开始学习，到了北电，他意识到未来并不像他想的那样。进了大学，你才发现大家都很漂亮哦，腿也太长了，身高都在1.7米以上。他从小就是一个乖孩子，在北京一所普通初中长大，没有上过艺术学校，也没有住过宿舍，穿着校服去拍戏，背着书包踏入大学。但同班同学们都很酷，穿着大外套，戴着大墨镜。进军事训练场时，学校规定不能使用手机，所以他真的锁上了手机，放在宿舍柜子里。结果到了那里，他发现很多人都带着手机，最后他不得不借用手机告诉父母平安。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地方，外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那时有一群导演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挑选演员，每当助理导演走过班级，环顾一圈，如果有人漂亮，就会录制一段 VCR， 然后才去试镜。他当然是羡慕的。外面的环境也在变化，那时是流量时代，很多人在一夜之间因偶像剧而出名。人们选择角色，首选是小鲜肉、小花旦，必须漂亮、有气质，并且要有话题性。当时最受欢迎的电视剧是《一起看流星雨》和《花千骨》。2016年《家有儿女》中，另一个小演员张一山因余罪再次走红。接受人物采访时，余罪导演谈到张一山不是他们的首选。起初他们想找一个小鲜肉有长相，这是在粉丝经济时代对投资回报的保证。那时候导演见到的男演员都很熟悉，长得帅，化了妆，修了眉毛，甚至有人还画了眼线。在同一次采访中，杨紫也讲述了与张一山类似的困难。我不是最漂亮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拿到角色，要遇到好机会真的很难。杨紫的另一个朋友牛洛冯也是童星，与他同岁。牛洛冯从小学习歌剧，被一位正在寻找新秀的人发现，被拉去拍戏。刚开始他抗拒表演，但逐渐爱上了。与人物通电话时，他正在冬季的山区拍戏，信号时好时坏。他也清楚地记得，在转型时期，自己拍摄了几年的艰辛。有一次，一位相当有名的制片人邀请他出演一部电影，他欣然接受并做好了准备。到了开机的那天，他仍然没有收到消息。他询问对方，对方说电影推迟了，并告诉他先接另一部电影。但不久之后，他在网上看到该片已经开机。他检查了对方的微信，但对方的朋友圈已经把他拉黑了。令他伤心的是，他尊重这个人，他的鼓励使他更自信，可以坦率地说出来。但为什么要欺骗他呢？多年后，他变得很有名，对方再次联系他，朋友圈也被解封了。另一次，一部电影要求他担任主角，希望他投入时间，他每天都在练习，记住台词，因为这个角色他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最后一刻，他又被替换了，对方给他父亲打电话，告诉他接另一个角色。他不喜欢那个角色，也需要时间来接受这种差异。对方在电话中说，他们确实不了解他，他们关心他，他却不在乎。这些事情给他带来了伤害，不仅仅是失去了角色，还让他意识到人性的灰色面以及世界的阴暗面。但幸运的是，他的父母一直支持他，从踏入这个行业的那一刻起。他们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从小到大他们从未让他缺少任何东西，他不需要担心金钱，痛苦都是精神上的，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没有得到认可而感到自卑。在他开始拍电影后，家人也开始更了解这个行业，比如拍摄一部电影的过程、制作流程等等。他们认为将来可以帮助他们的女儿，让她不必像现在这样辛苦。说到这里，他的父亲又皱起了眉头。他们夫妇俩以前总是给孩子泼冷水，叮嘱孩子不要骄傲，要平等对待别人。但在那段时间，他们鼓励的更多了。女儿啊，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的，你努力了，怎么可能不行呢？
在我们的采访中，这位父亲花了很多时间讨论童星的转型问题。他非常关心，已经研究了其他国家童星培养模式，经常与北京的童星父母交流。然后看到孩子们走出来后，他真心感到高兴。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曾经对行业内的人说过，童星是一种枷锁，童星也是一片泥沼。我们一直都在泥沼里，不知道如何上岸。他说这些时效了，我觉得自己真幼稚。但这不是一个幼稚的问题。童星的转型是整个行业的普遍问题。演员陈光今年49岁，与杨紫合作了5部电视剧。他们第一次合作是22年前的《大师出山》，最新一部是《长相思》，他在其中饰演老莫。陈光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专业出身。他在这个行业工作了20多年，见过很多童星，但实际上能够一直演下去的人很少。从专业表演的角度来看，陈光认为孩子们的表演有时来自于天然气质，但长大后他们会失去那种可爱的童真。很多观众无法接受这一点，一些童星本身也无法放弃之前的光环，无法接受这种差异。他举了一个关于这种转型的例子：一个人在18岁、19岁开始学习表演时，是一个简陋的房子，一张白纸，从零开始；而童星则是一个装饰好了的房子，要转型，必须摧毁并重建，建立一个新的人。他们必须准备好打破一切，如果能够下定决心，就像一个凤凰涅槃一样。但建立这个新人时，观众是否喜欢，效果是否好，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因此，童星的转型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我知道的成功绝对的人是我的同学傅大龙，另外还有杨紫和张一山。双引号。